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今天我们来讲一下2489外交的事情。那么我也是知道这件事情其实经过了好几天，因为我一直在等着有没有新的下文，但是我等到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新的更新了，所以我们来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首先，这一次的 KVK 匹配有这些王国，既然已经知道有什么王国了，他们当然是讲外交的事情。首先第一个发布的帖文就是确认外交的分配，正式的外交结果是这样：2个先锋王国合作打全部王国。严格来说，这样子分配也不是不可以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如果是这样子分配的话，战力值相差多少？其实严格来讲，这样子分配也不算不公平了。那2个先锋王国的战力是低他们1倍了，可是这样的分配，双方的击杀数是差不多的。照理来说，4个阵营的那一方是不会反对才对，毕竟他们还多出1倍的战力。可是在这个公告发布不久之后，就有人发了贴文。这封邮件据说是来自1188跟525那边传出来的。邮件里面有提到，经过了3天的时间，双方的分歧并没有减少，一直重复同样的故事，我们已经等了很久。最后决定他们将会缺席这一场 KVK， 因为分配不合理，他们一直主张1484跟2489合作打全部王国，大家都不同意这样子的结果。但是他们没有想要改变想法，他们不会白白浪费任何的资源跟加速。迟点他会发布一个比较详细的缺席内容，他知道大家会感到非常失望，不过他们会为下一场 KVK 做足准备。这是大概邮件的内容。这一次发生的事件是不是很熟悉呢？没错，就是跟上次我们看到1846还有1175差不多的，也是因为外交不合理，所以才选择退出。那或许有一些玩家就觉得，没有不公平啊，他们战力比较高，只是击杀接近而已，哪里有对他们不好？在看地图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，这里击杀最高的就是2489，接着就是1188、525，再来才是1484，其他的王国都是没有超过1兆击杀的。那么开打的时候，1484可能不会走左手边，他们去打2010。2489可能会选择两边都打，因为左右两边的阵营加起来的击杀数其实也是2489的一半而已，所以他们是不可能可以打得过2489的。那么就算2489他们选择不打左手边，可能要考虑到跟1484会合，或者觉得就算拿下左手边的区域进入广武之后还要跟1188打，还有2133会比较难顶，所以就选择放弃左手边。那么我们可以直接认为右手边那2个阵营是已经消失了的，右手边那2个阵营是肯定打不过2个先锋王国的，最后就变成1484、2489打1188、1525、2133，出来的数据就会变成这样。2133算是整张地图里面数据最糟糕的，击杀很低，但是战力很高，估计打的时间应该也不会很长，那只能靠1188跟1525，但是这2个王国合并在一个阵营里面跟2个先锋王国打，你们认为有可能打得过吗？因为先锋王国不管是人数、氪金度、活跃度都是比一般的王国还要更高的，尽管1188跟1525的数据不算糟糕，但是他们要一扛2个先锋还是很难的。那假设说如果2010是在左手边的话，至少还可以帮到一点，但是在左手边呢是数据比较差的王国，然而右手边那2个王国都已经被封着了，就没有办法帮到1188跟1525，所以他们才会选择不出席这一场 KVK， 因为这样分配根本不公平。那我去看了讨论区才发现到，其实原本有另外一个合作方案的，显然的看到这个地图分配会比较合理一点，3打3，这样分配的话，不管是哪一方都可以进入到红色区域，最后可以打黄庭。毕竟你们看，就算1484要走去2010那边，他封了这个门口，2010还可以从另外一边走出去，2489封了2133的门口，他们还可以从上面走出去，双方各自都可以拿下一个红色区域，并且这样子分配的数据其实也算是公平，战力不会相差太多，击杀也不会相差太多，双方都拥有一个比较强的先锋王国。但是他们不选择这个方案，在那封王国邮件发布之后，河粉也就是2489的其中一个管理层，他在讨论区发布了这个贴文。这里他有提到，首先他们是已经有跟2010联络过了，如果可以3打3 ，2010、2489、1978打剩余的王国将是比较公平的，也就是刚刚我所讲的3打3分配阵营。但是河粉他只是以个人的身份向他们询问，最终还是要跟管理层讨论，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确认。至于1484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有说要让这场 KVK 变得很平衡，然而他们在之前有跟2489交手过，我记得那一场好像1412也有在里面，因此他们大多数的成员都不希望再互相争斗，所以他们才会得出这样子的结果，2489、1484打全部王国2打4。然而2打4的对战没有人同意，
全部阵营都提出了想法和条件，以确保这场 KVK 是公平的。248-9也是接受了所有条件，在黄庭之前不会互相帮助一起战斗，就是说248-9不会去帮1484，1484也不会帮248-9的意思啦。然而在其他阵营同意之后，他们仍然不接受，并强迫他们成为2010、1188、1484的盟友，而且是没有向这些王国同意过的。他们就给了248-9这个选择，要么接受，要么就不打 KVK。248-9当然是不支持打 KVK， 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原本的计划，1484跟248-9合作，也是会跟着原本的条约，在黄庭之前不会互相帮助。河粉这里有说到，如果他做错了什么，请告诉他。那么下面提到爸爸的事情就不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不要讲这个东西。那么假设是根据对方的条约，就是在黄庭之前不能互相帮助的话，其实这两个先锋确实会打得很辛苦。但是我的重点在于，原本对方是已经同意了，但是最后又反悔。当然的，这里只是河粉的片面之词啦，我不确定对方是怎样想的。那假设说如果是不同意的话，其实拒绝就好了。同意了之后再拒绝的话，确实是不好。这个帖文发布之后，我等了差不多1天半左右，也没有看到对方有发任何的邮件，所以我不清楚1188跟1525那边的情况到底是怎样。是原本就同意了，还是被强迫，我们不清楚。因为看到他们的王国邮件讲是对方不要同意，我不是当事人，所以没有办法讲哪一方是对的。那么河粉在写那个贴文的时候，下面有放这张图片，他这里是有写到1484将会成为他们下一季 KVK 的盟友，但是我看到这边的邮件也没有显示日期，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是之前发的还是当天才写的。假设这封邮件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发布了，就表示说2489其实从一开始就想要跟1484合作了。过了不久，2341也就是在地图上最右下角的王国发布了这个东西，提到关于这一次的外交结果2打4。那他这里是有提到，他们有提过要3打3，给大家带来更有趣的 KVK， 但是对方248-9跟1484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的想法。现在的问题是有2个阵营还没有确认到底要不要打，原本我以为只有1个阵营而已，没有想到另外一个阵营也是不要打。其中一个阵营就是之前有提到的1188跟1525，还有另外一个阵营就是2010。1188跟1525的阵营他们是已经讲了不要参与嘛，还剩下就是2010那边还没有确认。他们其中一个盟友2133是日本王国，2341、2133还有1979，他们将会勇敢的面对这2个先锋王国2489跟1484，不管情况如何，他们将会战斗至死。下面有提到他们的王国体积是真的很庞大，毕竟他们的战力很高，但是击杀很低，他们需要消除这些问题，也就是说要靠这2个先锋王国把他们打掉。如果2010没有让1188参与，他们将会在第5区域的时候打2010，他们将会打2个先锋王国。他这里所谓的2个先锋王国就是包括2010其实也是先锋王国，但是不是很强的先锋王国。他要打2010之外还要打2489，将会有很多的战斗甚至死亡，但是他们会获得荣耀还有整个社区的尊重。准备战斗，这个截图是我最后看到的消息了。在我录音的时候看到前置最高分的居然是1188，不是说好不要打了吗？同一个阵营的1525也是有在排行榜上拿到第5名，我感觉他们这个不像是不要打仗的样子。不过我拍这个画面的时候，第2阶段是还没有结束，有可能迟一点数据会不一样。至于各位观众对这一场 KVK 的外交结果有什么看法，或者你是当地的玩家，可以在评论区帮我更新最新消息。我个人感觉自从上一次1175说要放弃 KVK 之后，好像带起一个风潮，只要是你不满意的 KVK 就会选择不打，用威胁的方式放弃 KVK， 我觉得不是什么好现象。不管怎样，这个地图是肯定有的打的，就是看精不精彩而已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